大家好。哎，网不好，网不好，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稍微等我一下啊，现在网有些问题。嗯，晚上好，晚上好。这个维护 NS 刷新一下。好，稍微耐心一点。然后，嗯，我们今天的网不是很好，然后，具体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不行，我们去挂一个另外的。难道是因为放假在家待的人太多？其实还可以呀，我这里看速度还行。测一下速度，稍微慢一点点，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是很大。换一个节点，换一个这个吧，对，这个快一些。然后，好，速度上来了。对，啊，换上眼镜。在开始今天的所有故事之前，跟大家讲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是，哎呀，刚才看的我眼泪都下来了。一个叫胖猫的孩子啊，是21岁，打王者荣耀，打王者荣耀替人代打。然后2年前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网恋了1年半，这个女孩就一直找他要钱，大概前前后后给了50多万出去。然后这个孩子跟人说这个不能异地恋，然后他就从湖北跑到重庆去，说本来说是要开始同居，然后女孩说没有准备好，说你去租房吧，然后小孩又去租了个房住下来，然后继续给钱，然后这个女孩就不停的找他要钱，然后说以后我的钱都存定期了，就专心致志的花老公的钱，完了说话说的可甜了。然后本来答应他5月份要结婚，然后呢，到4月说就突然说，哎呀，说你这个每天这个冷暴力啊，这个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我，然后我觉得不开心了。这个小孩是这个每天打王者荣耀20块钱一盘然后打了这个反正一天是不停的打，大概坐在屋子里就不停的打，然后吃饭只舍得吃最便宜的10块钱的外卖，最后是跳江自杀了这小孩然后在跳江之前还把最后的钱，对吧，给这个女孩打过去，然后大概又打了6万多，说实在是这个还写上是赠与啊，然后还在女孩开的花店里头买了780块钱的花啊，因为2个人大概是认识了这个780天然后跳江了。跳江了以后呢，很多的人就很感动这个事情嘛，因为毕竟也是个网上的人，然后就去给他买了很多外卖，说：“哎呀，你这个原来就想去吃一顿麦当劳，你没吃上啊，给你买一个。原来想吃螺蛳粉，你没吃上，给你买一个。”然后在这个桥上铺满了各种外卖。最后发现这个外卖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商家给他发的是空包装，
里头没有汉堡，没有螺蛳粉，奶茶里边是一杯白水。抱歉啊。哎，这孩子呢，还是要先学会爱自己吧。怎么办呢？现在这就是个悲伤的故事，所以今天的状态就不是很好啊。这个在吃晚饭之前啊，看了这么个故事，然后觉得实在是，哎，人间不值得。这种事情也没法说。对，深呼吸一下，弹一下下边的，这个实在是，哎，这种事情呢，你说在哪里都会有，对吧？也不是说只在这里有。前面你说这个孩子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这个我觉得，甭管是谁啊，这个喜欢上了不该喜欢上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呢，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到最后了，对吧？送去空包装，这些人心里怎么想的？实在是没法说这事儿。而且这一次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媒体在里边儿去发出任何声音，啊，完完全全是大家自发啊，说有这么样的一个事情。缓一缓，缓一缓。好，我们来啊，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两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耐心资本和风险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或者说，现在为什么要开始鼓吹耐心资本了？这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发了一个文啊，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事情呢是在财联社4月30号爆出来的，是中国中央啊，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号开了个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养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现今技术赋能传统利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产啊，大概就是讲了这样一段话。那么就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什么叫耐心资本呢？
对吧？算不算是个新词儿呢？然后我今天还看到有人说不算新词儿啊，说这个词儿有出处的啊。首先是个美国人发明的，啊，这个是美国某一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啊，叫聪明基金会还是什么创始人，他发明出来的啊，应该是19年还是2009年，反正是也不是特别早的一个时间发明出来的。啊，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收获的这样的资本啊，就叫耐心资本。就是我不能说今儿把钱扔进去，明天你再给我挣出来，明天你挣不出来，我就不给你啊，这事儿是不行的。那么现在在鼓吹这样的一个事情，国内呢其实也在谈这个事儿啊。2023年7月，国资委研讨班提出了3个资本，叫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是吧？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短期内都不会有回报了啊，就抓紧的来去投吧。2023年12月份，证监会呢也提出了说，第一，中长期资金要入市，壮大耐心资本，发挥长期资金的稳定器作用啊，讲了这么3条话。那么大家要知道，风险投资是不是耐心资本，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把风险投资的整个产业再重新挽救一下，对吧？算不算是耐心资本的注入呢？啊，大家要知道，我以前是做过风险投资的啊。那么风险投资的核心是最没有耐心的一帮人，就是没有谁比风险投资更没有耐心了。对吧？风险投资的里头有风险两个字，那么它里边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不是说啊，大家玩个心跳，什么风险大我们去投什么，绝对不是这个。风险投资其实它是在很高风险的行业投资里边设法去规避风险和进行风险分摊的一种方式。对吧？那么风险投资怎么玩？在不同的轮次里头承担不同的风险，尽可能的啊，让这个每一个轮次或者每一次决策所承担的风险都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这个才是风险投资在去做的事情。那么它是一个极高失败率和极高成长性的一个共存的东西。基本上有一句古语来说的很好，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对吧？这就是风险投资。像我们以前做风险投资的时候，有人说：“哎，说你今天投我100万啊，等过了年我还你110万，行不行？”不行啊，风险投资是不投这种钱的。风险投资一般投什么？就是哎，今年投100万，然后明年呢它就值1000万啊，或者至少值个500万啊。大家喜欢投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你投10个死8个。如果你今年这个投了100万，明年值1000万了，那你死的这8个呢，可能就都背回来了，对吧？他是这样来做。你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说，哎，你投我100万啊，明年我还你110万，那么你别说死8个了，对吧？你死1个可能还能打平，你死2个就亏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它一定是很高风险，但是要去控制这个风险，要分摊掉，要追求靠高回报来去把这个风险性摊销掉。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确定性的钱，是不赚的啊。就是你说我这个肯定铁赚钱的项目，我们都是不投的。为什么？因为铁赚钱的项目只有2种，第一种是没有成长性的，第二种是骗子，对吧？骗子都是说，哎，我这事儿稳赚不赔啊，99.999%都是骗子啊，剩下1%呢，可能是0.001是这个叫做没有成长性的项目啊。那么离钱太近的行业其实也是不能做的。为什么？因为它要规避风险。你说我今天只投100万，明年涨这个10000倍啊，值110了，这事儿投不投？不投啊，这个事儿是不能参与的。为什么？因为离钱太近的项目，它这个项目是没法稳定的发展的啊，所有项目里面人都不干活了。比特币很多比特币还算好啊，就是但是其他区块链的案子都是属于离钱太近的，就是我见过非常非常多也不算非常多了，就是见过一些吧。这种区块链相关的案子，包括 Web3相关的案子，他们是什么？离钱太近，里面的工程师说：“我为什么要拿你的薪水？我自己随便在里边做点东西就可以挣到几年的薪水，对吧？我为什么要拿你的薪水？我为什么要去听你吆五喝六的去让我做事情？然后，而且他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在想这个事儿，100倍币、1000倍币、10000倍币都在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他这个事儿他就没法整，对吧？所以他是做不出来任何结果的，他对整个的社会是没有帮助的，因为离钱太近了以后，对人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了。那么风险投资能够运作的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必须要有顺畅的、可预期的市场才可以做，对吧？你像我们去做风险投资，比如说我们投的案子，这个技术我们未必懂，真的哦，你不要认为我们去投案子，去看哪个案子我们就比别人懂，这个事儿是没有的。像马化腾，你问他说你要投什么样的案子，说这个案子啊，我又不太懂啊，但是好像还有点道理，我们就投这种案子。因为对于马化腾这种人来说，他如果完全看懂的案子，他就一声令下，腾讯多少人等着给他做呢，对吧？他一定要投这种，哎，我现在又看不太明白，但是呢，好像有点道理，一点道理没有的案子他也不投，对吧？这个他要投这样的东西，所以具体行业我们和科技我们不一定懂，但是呢，行业规则必须是明确的。比如说我投了 A 轮以后，有没有人投 B 轮？啊，投完 B 轮了以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人投 C 轮，然后什么样可以上市，然后应该到哪一步可以盈利，这个东西必须要去非常明确和清晰。而且真正做投资的人，实际上是对后边这事儿更懂啊。你比如说去投资，有人投生物医药，一个投资人，比如说这些人经常也是学生物医药的博士，对吧？但是你以为他自己真的是能够做出药来吗？如果他能做出药来，他就不坐在这儿做投资了，他就坐这儿做药去了，对吧？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他真正懂的是后边这部分，就是你整个的行业是或者是整个市场是非常的清晰、非常明确、非常通畅的而且呢要有很明确的退出机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有项目收购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可以去上市。因为你一旦上市了以后，你投进的钱就可以变成可流通的股票，对吧？你可以随时去卖这个股票，或者哪怕我不卖，我可以质押，可以拿出钱来做其他事情。而且呢，要有很完善的小股东保护机制，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这么一个东西呢？就是任何投资人投进去都是小股东没有哪个人说投资人投进去了以后说来公司我得着了，对吧？我来开始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基本上全死了所以呢，都是投了钱成为小股东，然后呢，基本上放手让创始人自己去折腾，这个才是投资人真正干的活。但是如果你对于小股东的保护不好，对吧？你随便做假账，然后拿你没办法，那这个是不会有人投钱的因为太没有保障了，对吧？那么市场的信心和退出的节奏，才是风险投资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必须的条件你如果这两个东西没有，那么大家就甭玩儿，那么必须是阳光下的生意你说我这东西没法放在阳光下看，这事儿也不行，为什么？最后要上市，上市叫 IPO 叫公开发行。你一旦公开了以后，你这个没法在阳光下放的生意，你会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必须阳光下，而且这个要讲法律，不能讲道德。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做投资的人就不讲道德或者说做生意人不讲道德。但是什么意思呢？叫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来影响市场动态，对吧？像我们以前大概从2018年、19年就开始讲，说这件事情是谁谁谁不喜欢的互联网是他不喜欢的，教培是他不喜欢的，游戏是他不喜欢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没机会。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要市场干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市场规则起作用的时候，这个风险投资整个的运作链条才能转起来，对吧？那么即使是这样，你比如说讲法律不讲道德，最好是什么呢？法律要稍微宽松一些。你像日本德国很多这样的就是法律很严格的国家，其实对于风险投资来说也不好。它既然都有风险了，它很多事情其实还是在这个边缘灰色地带游走的。如果你的法律非常严格，执行效率很高而且是罚的很重，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对风险投资也不好。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风险投资其实是最没耐心的，对吧？因为风险很大，我们是必须要遵守严格的考核没有说我一拍脑袋去干这个，一拍脑袋干那个，没有这个而且是严格的审批流程，这个钱到底怎么花为什么花，多少人签字，多少人投票，对吧？然后要做哪些功课，你才可以花这个钱而且有很严，甚至有些人会有这个严格的跟投制度。什么叫跟投制度？我今天要投一案子，投100万，对吧？然后花的是别人的钱那么前提是什么？我自己得往里掏钱比如说我自己掏个1万2万的，为什么呢？
我不能把别人钱搁里头，然后自己把这钱再揣兜里再拿走了，这事儿不行，对吧？这个一定要自己觉得好才能往里投钱啊，所以有很多的基金有跟投制度，而且呢会有严格的信息披露与审计相关的制度，哎，这个是风险投资真正的去管控风险的一个方法，所以风险投资非常非常没有耐心，千万不要觉得风险投资有耐心啊！而且大家知道风险投资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风险投资的基金都是别人的钱，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情况下，风险投资大概也就是5到7年，这个基金是要结束的。啊，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案子通通都关闭掉，然后都去这个变现也好，或者是让它去上市也好，然后才能把钱还给别人，对吧？这个才是风险投资干的活儿，没有哪个风险投资去干这个什么耐心资本啊，绝不能干这个事儿。那么风险投资这些年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对吧？你像我这样的以前是做投资人的人，对吧？现在也坐在这儿跟大家唠嗑聊天呢，那么可见这块儿呢，也没有那么好。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是我的原因啊，我自己肯定也不是一个，可能很成功的一个投资人吧，所以呢，现在只能坐在这儿跟大家唠嗑了，也揭开一角，让你们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玩这些事情的。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刚才我讲了，风险投资是这个通过链条去分摊风险的天使轮、ABCD 轮，然后上市，对吧？它是这样的，各自的轮次承担各自的风险。那么在最近几年呢，整个风险投资的链条被彻底拆断了，这事儿没法玩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市不顺啊，前面上市不顺，好不容易呢玩了一年的注册制，又差点没把股市玩崩了。各种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对吧？这个事情因为不喜欢没法融资，因为不喜欢没法上市，这个事情让整个的市场判断机制就废掉了。而且要干什么呢？要这个阻碍这个资本的无序扩张，所以他把很多的企业里边的这种叫做战略投资就直接干掉了，也把很多企业里面这种并购的部门也全干掉了。那么导致什么？整个风险投资链条断了，玩不起来了，对吧？没有哪个人说，哎，我投了一笔钱进去，然后就这个等着它上市了，对吧？或者说我一把它买下来，对吧？这玩意儿不叫风险投资，对吧？那叫并购啊！现在并购也不玩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整个就打了个七零八落。七零八落以后呢，等于上市的渠道不畅通，也没法去退出，而且呢，做假账基本上没有处罚，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呢，也是基本没有的。然后各种非商业因素对市场影响的太频繁，而且影响太大，对吧？一声双减，就彻底干掉，而且干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的赔偿，没有任何的后续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许干就完事儿了，对吧？你就直接死掉，整个一个行业，那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从上死到下，对吧？可能有极个别的说，我稍微沾点别的边儿，然后我还可以苟且偷生一下，然后整个干死。因为大家知道市场这种东西呢，并不是说，哎，我把这一个行业干掉了，它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一个行业它是跟很多很多事情在串在一起的，对吧？你比如说这种叫做什么双减的这个教培行业，他们是互联网广告的一大贡献者，对吧？把他们干掉了以后，很多互联网公司就玩不下去了。为什么？打广告的人没了，对吧？打广告的人出去送外卖了，那么他也只能出去送外卖，对吧？他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那么这就是整个的这种非商业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而且呢，美元基金基本上都完蛋了，对吧？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这条路被打断，第一个是滴滴上去了，勒令退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股民的所有损失也只能滴滴自己去赔，对吧？我们用一个行政命令把这事搞定。然后瑞信上去做了个假账也回来，再往后滴滴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跑去美国上市了没了。下一个有可能是深印，但人家不是中国企业，人家是新加坡企业，所有的公司所有人都已经跑到新加坡去了啊。这个上市据说国内开绿灯了但看能不能上得去。而且美国对于中国的美元基金也进行了严管，对吧？这是双向的，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去美国上市，对吧？拿美元基金的钱进行严管美国也在干这事儿。
第一个是什么呢？他害怕制裁啊，就是他虽然经常制裁中国公司，但是呢，如果这些制裁给美国投资人造成了损失的话，政府会被起诉的，就这些投资人会告你的，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能瞎搞的。第二个，美元基金如果是在美国募资，就必须由美国公民来掌管，对吧？这个是比较早就开始有这方面的规定下来。大型的美元基金必须分拆啊，像什么红杉啊，很多咱们前面也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美元基金必须分开啊，中国业务要单独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那些美国的真正的叫这个耐心资本啊，尽量不要进来。美国什么是耐心资本？就是它有很多老钱，什么大学基金啊、家族信托呀、养老金啊、保险啊这些钱啊，他们呢是本来会去做资产配置啊，比如说把5%啊、10%的钱放到风险投资里边去啊，他们会做这个事情。但是，一旦做完这个了，比如说美国政府说了，哎，我今天把谁谁谁放实体名单了啊，我要制裁他。结果一看说不行，我把他制裁了，我的养老金就少了，因为你的养老金信托啊放到这个风险投资里去了，然后这个风险投资还投了这个公司了，对吧？那他也要避免这件事儿啊。那么你一旦分拆开了，你再去募资，你就不要到美国来募啊，你到其他地方募去啊。我再制裁谁，也没有人再给我扯后腿了，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风险投资所关注的项目呢，通常都是领导不喜欢的，对吧？这个没办法，因为风险投资要分摊风险啊，让他喜欢的什么，就是离钱还算比较近的项目，而且呢是确保能够上市有收益的项目。互联网获得超额收益之后，本来是愿意在扩张的道路上去收购案子的，等于所有这些东西都没了，对吧？现在的领导是喜欢硬科技的，啊，工业斯巴达，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整，而且工业斯巴达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长时间你是见不到收益的，啊，你如果是整个的市场很完善，我虽然现在见不到，但我能保证以后能见到，这事儿也没大毛病。但是我们对于做假账，对于整个的信息披露要求的又不是那么严格，对吧？对于小股东的保护也不严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你做这种很长期的投资，基本上叫血本无归。今天是你的钱，明天不一定是你的了，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整个的风险投资，在这些年来算是非常严重的打击吧。那么为什么又想起风险投资来了呢？对吧？这个中共中央对吧，出来去发文说我们要去鼓励风险投资啊，因为很简单啊，这个政府呢是没有土地财政了，所以他们手里也有钱，他要怎么办呢？现在政府在做大 LP，就很多地方的政府在做大 LP，LP 是什么叫有限合伙人？就是在一个基金里头是有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普通合伙人就是大家平时见的这帮投资人，好多都是普通合伙人，啊，他是负责运营基金，然后出来投项目，啊，融投管退干这个事儿的。那这个有限合伙人干嘛呢？有限合伙人负责出钱，啊，你出了钱以后，你别管公司，啊，这个基金投完钱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再把这个钱挣完了再分给大家，对吧？他是这样来去工作的。那么现在政府手里拿着这些钱以后说，那我来做 LP 啊，我来去这个找项目来去投去，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骗子太多，不够分了啊，韭菜太少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想政府拿出钱来，那有多少人说，哎，我们有七大姑八大姨，我们有关系，我们要先拿到这个钱，这个事儿是一定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政府说我们也不能都这么干，对吧？咱得差不多点儿。现在政府的钱，也不是白来的，也不是天上刮下来的，好不容易挤出点钱来，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经济，你们都拿回去揣自己兜里，这事儿不行的，对吧？所以现在很多政府呢，也把条件设置的非常的苛刻，所以导致什么呢？这条件太苛刻了以后，骗子都懒得下手了，说你这没法拿这钱，对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之呢，就是不讲商业，讲政治啊。那么这个整个这些政府的 LP 们，它整个这个经济是转不起来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二级市场是缺乏新鲜故事的啊。这个咱们上市能够流通的这些股票叫二级市场，没法上市就是以前投资人在里头啊，ABCD 轮、天使轮，这个呢叫一级市场。然后一级市场要不断的把公司孵化长大了以后送到二级市场去。那么你这些年来上市的这些公司呢，都是一些这个
领导有关系的啊，神头鬼脸的一些公司，上市之前突击分红，上市了以后马上业绩变脸，就天天玩这个，对吧？那么还是希望稍微有一点新鲜故事进来啊。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些新鲜故事，没有正规的创投市场去做一些领导不一定那么喜欢的项目出来的话，那么二级市场就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吧？这事儿就玩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短期没有收益，长期有收益的案子，这些案子本身它是没法上市的啊，因为中国的股市其实也卡的还是很严的啊。你说我这个案子啊，做人工智能的，做大模型的，我告诉你，做大模型的案子，可能5年之内它都赢不了利。那你说你咋上市？把钱都烧光了以后上不了市，那你咋办？对吧？因为现在玩了1年的这个注册制之后，发现玩不了了啊，股市要崩，那只能是上来一个啊，号称是极其严苛的证监会老大，说咱们就这个严查上市吧，咱们就以前说这事儿先再弄回去吧，对吧？所以现在好多人说什么呢？我们叫知错改错不认错，对吧？这个叫什么啊？这个上市，中国搞这个叫做注册制上市啊，这个事儿呢错了啊，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改了，但是这事儿不能承认啊，谁也不许说这事儿啊，这个是咱们现在在干的事儿。那么严查怎么办？那么短期不盈利，长期盈利的案子，你就肯定不符合要求嘛，这就是硬科技啊。包括造车，你说小米造车造了半天车，雷军说了，我5年之内我都挣不回钱来。那而且小米在所有造车里头，除了特斯拉盈利之外，剩下的车里头，他说我们算赔的少的，其他人赔的更多，对吧？他讲了这样的一个话，那你咋办？你上不去嘛，你只能跑到香港去啊。香港那边说，我允许你这个啊，亏着钱我让你上啊，那这个股市也会有问题。但是这2天香港在涨啊。那么你说如果不允许案子上市，那骗子们这个就也没法愿意做，对吧？但你说如果允许这种案子上市，你说我亏钱的案子，我让你上市，那骗子们会开心死的，对吧？这个我给你讲故事呗，这个国内创新，国际填补国内的这个空白啊，国际领先，对吧？这故事谁不会讲，对吧？这个人家爱听什么故事，骗子们最明白了啊。讲完故事以后啊，把这种一大堆烂公司都扔到市场上去，这事儿是没法整的。因为为什么一定要盈利公司才能上市？因为没有信任，对吧？你如果有了信任，有了规则以后，啊，我们可以让不盈利的公司上市。像美国是允许不盈利公司上市，咱们那么多互联网公司到美国上市的时候都是亏钱的，对吧？但是他说我这儿管得严啊，你要敢在我这儿去这个啊瞎搞的话，我就真的拎你回来坐牢，对吧？他们是这样干，但咱们这儿就没有啊。这个你真的做了假账了，然后怎么办？你这为什么做假账啊？这个我们这个也是这个领导有安排，对吧？我们不计个人荣辱，他给你讲这些乱七八糟事儿，或者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啊，这个你就完全没法整。所以这个是这个二级市场也是缺新故事，然后再往后呢是就业和市场呢也需要风险投资来拉动啊。这个中小企业本身融钱就比较难，需要信心，对吧？什么叫信心？你以为就是我们以前啊乒了乓啷投案子的时候，大家就有信心吗？还真是。但是呢，我们投的案子10个里头死8个，那信心哪来的？因为不断的会有英雄产生，对吧？这个今天是马云，明天是马化腾，后天是刘强东，再往后是一个一个的这种英雄。然后这些英雄产生了以后，你就会忘掉那些被干掉的人，或者那些死掉的人。而且就算是那些死掉的人，或者那些死掉的项目，他们也会被这些大厂收购啊。这些人也可以再到大厂里面去上班。你创过业，然后你创业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做好，但是啊，你也融到过多少钱，那么大厂还是注重这个履历的啊。我们愿意招这样的人回来上班来啊，哪怕内部创业或者说再去进行内部孵化，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所有的榜样都变成了万恶的资本，对吧？然后所有的这个你开了个小饭馆，明天倒闭了啊！现在我们比如开了200万家，倒闭300万家，经常出这样的神奇的数据，对吧？那没有英雄，所有人都是在艰难的活着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办？你必须要让风投来，因为只有风投才可以造神，只有风投才可以说，哎，我们铸造一个一个英雄。而英雄的故事，哪怕这个行业再难啊，哪怕经济再差，只要不断的有英雄涌现，对吧？大家都会有信心的啊。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把风头拉起来。
最后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儿啊，就是耐心资本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词非常吓人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在这里讲这件事儿那实在是太吓人了。为什么呢？在这里去讲耐心资本，跟在美国讲耐心资本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有很完善的这种财务监督的这种制度你做了假账，或者你信息披露不完整，就老老实实要去坐牢，而且罚钱罚死你，对吧？而不像国内似的，这个你做了假账证监会把你查到了，要求罚款，然后他说我实在没钱，能不能商量少罚一点行不行？证监会想了想说行吧，那就少罚一点吧。对，咱们是这样来一个处理的，而且也没有谁说去因为这个事儿坐牢了，对吧？现在可能也就是许家印是不是进去了，现在不确定反正他现在就是没有声音了，对吧？所以在耐心资本在这里是不能这么解释的耐心资本在这里是什么？它叫改变考核机制的资本这个跟在美国的解释不一样。什么叫改变考核机制资本？就是原来你把钱花出去了，你必须要说清楚这钱多长时间挣回来。比如说我以前我去做投资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跟我的这个我们叫投委会嘛，要去跟人家讲这个话，说我这个钱出去了这个明年准备这个涨几倍后年准备怎么样？然后呢，这个项目发展成什么样就算是这个钱投出去，最后没有做好我们也讲说虽然做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这个叫什么呢？就还是就是有机会能挣回来的，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要去交代的。但是你现在如果是耐心资本了，我不需要进行这样的考核了，那我再出去投案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投给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了呢？对吧？因为你看我投给谁都是耐心，我不需要短期内进行考核了，你也不需要知道我到底哪天能把这钱挣回来了，对吧？就算挣不回来，我有耐心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钱不就是完全可以由骗子说了算了吗？那么在可以承受短期波动和回撤的这个资本，这是他们现在对耐心资本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这个哪怕你投出去这个亏了没关系这个什么叫短期波动什么叫资本回撤就是亏了是没事的那么他就说这个是 OK 的，而且他要求什么钱进来做耐心资本呢？他要求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资产产业资本具有长期投资理念的个人投资者，也就是大家再去买什么这种长期理财什么这个，我们都认为你是具有长期投资理念的个人投资者了。他们要把这些钱放出来说，来，我们现在作为耐心资本了我把社保基金赔了，把养老金赔了，有耐心这个我们不需要短期考核的，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前面他们把很多这样的钱说你们必须要入市去炒股票，要去给股市托底人家说不行，我们这个有规定的，这个养老金要有比例分配的，我们只能用很少的钱去炒股票，绝大部分的钱我们必须要去做稳健投资，对吧？在全世界的养老金都是这么干的为什么？因为养老金你万一真给人赔了，那这些人上了岁数以后是要饿肚子的，生了病以后是要这个没有钱治病的，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吧？包括社保基金也是如此。原来证监会说你们赶快把钱弄进来救市人家说我们已经拿到最高额度了我们成立基金的时候规定就是，比如10%、20%可以炒股票，剩下的必须去做稳健投资。原来是这么讲这个事儿，那现在不了说我们现在要求社保基金、养老金产业年金、职业年金、产业资金产业资本和这些的，通通都去投资这种叫这个叫做耐心资本。那么就是赔了你别关心别担心以后会赚回来的至于以后能不能赚回来不管了这个才是真正吓人的地方。然后当大量的稳定资金脱离了监管，脱离了考核机制以后，成为耐心资本的时候，那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那就不是简单的寅吃卯粮的问题了。它股市其实还是一个监管相对比较严格的地方。
你到一级市场里，到了风险投资里头，如果把这些钱给了他们了，那这个就不是风险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了。到那个时候亏掉了，是不是就很正常了呀？对吧？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在给离任审计找借口，因为以前很多人说我离任的时候要审计一下我的账目，对吧？我把这钱投哪儿去了，然后做了哪些事情。那么现在说行了你们不用再去做离任审计了，我投的叫耐心资本，对吧？这个亏了是应该的这些资本是可以去承受这个短期波动跟资本回撤的，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以后国有资产流失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耐心资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所以耐心资本这件事儿，其实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底层的逻辑非常恐怖而且为什么在美国可以玩耐心资本，而在中国玩不了？因为咱们整个的监管体系是不健全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你要去玩耐心资本的话，就会让所有手里有钱的人原来我可能还要挑一挑这个人这个清华的博士那个人是，比如说我小舅子这个清华的博士做这个案子，凭什么就能成功我小舅子一定成，反正是耐心资本，我投给他就完事儿了，对吧？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干这种事情了。所以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有多么神奇吧，这个词提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我们看看大家还留了什么言吧。在内卷的环境下，人性的恶被某种程度不断放大。我其实是不信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可以保持比较高的道德标准的，还是要各方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环境，才可以避免互害恶果。这个呢，我记得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如果你在日本一个小的饭馆里头，你做事儿不是很诚信或者不是很老实，被开除了，那么这些小饭馆的老板会这个跟周围所有的人说这个人不行，那么你在周围的这一片的名声就臭掉了，你就再也没办法在周围找到工作了。这个事情呢，你现在听起来它是很严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说，OK，大家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不要去做任何投机取巧的事情，对吧？咱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事做了就好了。那么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老老实实的做人了以后，你是会有回报的，你的口碑会不断的积累，而且你会不断的产生收益。如果说我这个做的都是规规矩矩做人的，然后最后我被那个投机取巧的人给干翻在地上了，对吧？那最后大家只能比谁更无耻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新国安法出来，出入境可以随意检查手机了，这样下去监狱都要装不下了。哎呀，这个你就不要想了，你以为什么时候不是随意检查手机呢？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在任何一个警察面前，他想看的时候，你敢不给他看吗？不用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时候，他不照样看你的手机，对吧？这个我觉得你们新国安法出来就怎么样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哎，这个就算了，这个事儿就没法讲了。经济越差，妖魔鬼怪就越多，普通人要是过不好很容易成为刁民的，这个是没办法的。穷山恶水出刁民老家现在诈骗传销成风，父母在手机上各种各样的广告插件也开始多起来，有能力不作恶，真的是善良了。哎呀，这个有时候没法说。说句不好听的，我们在座的各位之所以还能够秉承一个比较正向的价值观，一是能够接受到更多元的信息，甭管接收信息是真是假，起码可以通过更多角度来看待问题；二是起码不愁明天的饭辙。这个仓仓颉时而知礼仪要是
没有饭碗就不可能有底线，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能吃饱肚子才能讲剩下的事儿嘛。现在作不作恶也是每个人标准也不一样，还是那句话，可以委身于黑暗，但是不能扭曲如曲啊，这个算了，冷静冷静冷静。哎，我个人是愁明天的饭碗的，但是底线还是有的，不作恶算是我个人的标准了，要不然早就黑灰产去了。哎，这个也没法说了。今天节目尺度还好吧，我也没说什么具体的事情。刚来，哎，有点震惊。今晚节目还好，还好，还好。以前项目死掉，有些可以转开源做社区，也还可以有翻身的可能。现在真的就，其实是这样，以前项目死掉了以后呢，甭管投资人也好，还是企业也好，还都会对这些创始人会比较友好啊。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叫莫欺少年穷，对吧？人家万一下一回行了呢，对吧？你这一次你把钱在他身上亏掉了，那下一次你再给他钱，没准就挣回来了呢，对吧？大家以前是这样想，但是现在，哎，就算了。用社保养老的钱啊，做特色耐心资本，这是玩火似的。你看的非常非常准，寅吃卯粮了，以后国内基金更不能投了。哎，这个有些原则是不能突破的，可以合法合规的亏损了。是的，就是这样了。退休年龄不得延到80，哎，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呗。现在我们哪管得了那么多呀，对吧？以前都是说我死了以后，哪怕他洪水滔天，对吧？那么现在连这个离任审计都不需要做了，我们只要一句耐心资本就可以把各种亏空、各种亏损全都填补回来了。这怕什么呀？到那个时候。不管就烂，一管就死。嗨，这个怎么说呢？叫它其实并不是靠规则去管。什么叫不管就烂，一管就死？就是你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规则基础上。如果你说我有一套规则，然后我的规则在各项的变动过程中啊，各项的事物发生过程中，不断的去优化和迭代，那么这样的话，规则就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适应，对吧？这个才会越管越好。而完全都是人管的话，那就是不管就乱啊，一管就死。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是这样的。社会福利基金应该做稳健投资，高风险投资应该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前者是兜底儿，后者是可以出清啊。特色耐心资本听着让人心惊胆战，是这个事儿是非常吓人的。啊，但是国家资本其实也不应该去参与这个，耐心资本这种事情。国家资本可以做什么？就是，比如说像日元暴跌了，对吧？我升拉这个事儿是可以去干一下的，对吧？我说我最后去这个维持一个稳定，可以去干啊。但是你说我进去做耐心资本这个事儿，这个词真的是很吓人啊。没有吃播啊，今天没什么可吃的东西了。国内还会稍微放松点儿管制吗？现在这样真喘不过气来。会放啊，但是他可能放的时候呢，就又矫枉过正，所以一切呢不看市场讲政治，对吧？下边没准会把双12再重新打开，大家再接着干呀，对吧？接着卷呀，这个事儿有可能的。这个咱们等着看啊，一步一步看。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放松管制，只不过对象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的，是那些有权利动钱的人。港股这一个月怎么咸鱼翻身了？其实前面就是被低估太厉害了呗，对吧？这一个月再开始动啊，他们把社保基金也投出去了，也是赌大量的人会觉得上头肯定不会让社保基金亏欠啊，所以他就跟投也不会亏，这样的想的散户非常多，好吧，让他们去试一试吧。先点个赞，对，晚点发给朋友看看。
都点赞了没有？今天人不多啊，但是也无所谓了。今天这个也就如此了呗。今天五一期间，我估计大量的朋友们还在休息吧，就不用在我这儿听讲这种恶心故事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话题，我就准备讲下一个了。今天咱们早点讲完，早点休息。明天我得休息一下，明天是没有节目更新啊。这个，因为最近也是这个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啊，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得稍微的休息休息。这个第二个故事，谷歌裁员是不是裁到大动脉了？对吧？原来呢，很多人都讲叫裁员裁到大动脉，就是你把它裁了以后，公司不赚了。为什么最近大家在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把 Python 的基础团队裁了，把 Flutter 和 Dart 的团队也裁了。说你到底要干嘛？对吧？谷歌不是 all in AI 吗？而现在用 AI 的话，有非常多的 AI 项目是用 Python 这种语言来去编写的。谷歌你到底混不混了呀？这日子是不是不过了？对吧？Flutter 这个更是奇怪，为什么呢？这天塌了呀！因为 Python 呢，其实社会上支持它的公司和团队是非常多的啊，包括像苹果、像这个微软啊、谷歌，当然都是要在 Python 上干活，对吧？那么你今天谷歌不干了，还有别人支持，而 Flutter 跟 Dart 这种东西呢，就是谷歌自己推起来，他自己发明、自己推，推了半天以后说，哎，我不干了。对吧？那所有在 Flutter 和 Dart 这个路线上的人该咋弄啊？我自己也是个 Flutter 程序员啊，我是可以用 Flutter 去写安卓应用和 iOS 应用的。对，但这个其实谷歌你还干不干了，对吧？谷歌呢，这个自己推的很多技术，最后其实都是烂尾的，所以大家也害怕说这个你日子不过了。现在呢，死在谷歌手里边的案子其实是蛮多的，虽然我们现在觉得谷歌是一家挺大的公司，啊，但是有很多谷歌的案子也挂了，比如说谷歌眼镜、Google Plus 啊、Google Wave 啊、Google Reader 这样的，都是原来很多用户、很多人喜欢的项目，啊，甚至也忽悠了很多人跟着去抄作业的项目，最后都不玩了，对吧？那么难道说这个今天把 Python 裁了，然后 Flutter 裁了，这也是要干这种事儿吗？啊，这个大家要去想啊，就很多人都在去传，到底要怎么回事呢？啊，大家要知道，谷歌支持的和推进的开发语言是非常多的啊。有没有人想过说，哎，谷歌是用什么语言做开发的呢？啊，是用什么样的程序做编程的？我觉得想这种问题的人呢，就是离互联网行业、离整个的 IT 圈都太遥远了。就是谷歌自己主导和支持的开发者社区或者说开发语言，第一是 Go 语言啊，第二个呢是叫 Dart，就刚才我们说裁员的这个。然后 Python，谷歌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去支持 Python，然后 Java 现在谷歌已经没有那么支持了，但是还是有啊。现在呢，它支持那个语言叫 Kotlin 啊，还有叫 Flutter，还有 TensorFlow，这都是它支持的啊。这种开源的或者说技术开发站吧，或者技术开发语言啊，这是它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今天是在根子上动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Dart、Flutter、Python 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那么这次被裁了，到底是一帮什么人呢？什么叫基础团队？Python 基础团队干嘛的？对吧？这个谷歌到底是不是在用 Python 编程啊？这个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疑惑啊？谷歌以后还用不用 Python 了，对吧？是不是也有人有这样的疑惑？那么大家都用 Python 啊，比如说 Python 我用3.6，他用3.5，这个人用3.2，那个人用2.7，Python 是有分版本的啊。Python 有很多很多版本，然后每个版本之间差异还是很大的。那谷歌到底用哪个版本呢？啊，这件事儿呢，就是由 Python 基础团队来搞定的。他们会去研究一个说，哎，这个版本对谷歌最好啊，最稳定啊，对各种新特性都非常完整啊，我们要去用这个版本啊。谷歌里边到底用哪个版本的 Python 是他们说了算的，对吧？那么 Python 里边有很多的第三方工具和工具包，那么这些东西到底用哪个不用哪个，到底应该怎么用这些事儿呢？也是由这个基础团队来去搞定的啊，不是说
我们一个小公司里边我就可以随便用。像以前我们公司，对吧？大家去写程序的时候谁引用了第三方包了，谁引用了第三方工具了，说都不带说一声的。为什么？公司小，对吧？这个发现不会玩了，就抬头问一嘴就搞定了。但是你对于谷歌这种几十万人的公司来说，这是不行的。哪些第三方包可以用，哪些第三方包不可以用，应该怎么用不能怎么用，这个都有人规定，这个就是技术团队。然后Python 里头有哪些 bug 怎么办？对吧？你说这个 Python 没有 bug 吗？我开始使用这样的一种语言去编程了，它一定是有 bug 的那么有了 bug 怎么办呢？他要去推动 Python 开发者去改 bug，而且呢是要按照谷歌要求的去改，优先改谷歌提交的 bug，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些刚才我们讲的第三方工具包、第三方库出了问题怎么办呢？也是由这个团队去跟维持这些第三方工具包的这些团队去沟通，说来我们谷歌用了你这样的一个系统，你能不能帮我把它改一下前一段时间是微软的一个还是 OpenAI 的一个人用了别人的一个什么库，然后人家找他要钱的时候，他就不给钱了这个也是如此，谷歌呢也是这样，就是我用谷歌的名头来压你，说你看我是谷歌的，我发现这有一 bug，你先给我改这个其他的你慢慢改，先改我这个，而且我希望你改成这个横着的还是希望你改成竖着的他要提这种要求的。包括什么呢 ？Python 的下一个版本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使用的这些第三方的工具和库，下一个开发方向往哪边走这个基础团队都会去给人家提意见，而且提完意见，有时候他们还给钱说我给你钱，你先往这方向做，对吧？那么他们主要就在干这个那么大公司内部呢，这个版本工具链的维护和对齐他们主要是做这个，然后以及跟所有开发者的社区进行沟通，进行资助他们有时候会资助这些开发者社区，对吧？然后引导开发者社区改进的方向，这是他们要去干的事情。这个团队也不大，10个人他就是干这个的除此之外呢，可能也还做一点别的，做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他们经常会在 Python 的各种标准组织开 Python 的这个叫做开发者社区里边活动。那么这些人很多就是社区领袖我就是 Python 社区的一个大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老大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这种身份。但是这一部分呢，它稍微有点灰色，因为社区领袖这件事呢，它算是你工作之外的事情这个不是谷歌发钱让你去做的。谷歌发了钱是让你去把谷歌内部的开发过程改进、开发工具链对齐要让你干这件事儿至于 Python 社区那边的事情，是你应该业余时间去干。但是谷歌呢，原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它其实是赚了，对吧？它通过把这些老大们塞在自己的公司里圈养起来然后给他们发一些钱，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技术标准和开发社区的改进方向。这件事儿其实谷歌是赚大了的，对吧？这就是这个基础团队叫 Python 基础团队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团队所创造的价值或者如何制定 OKR 呢？如何考核呢？这个事儿其实是比较难考核的。你说这个团队在，对吧？那么大家顺畅的开发了，然后等开发出来成品，然后挣到钱了，那么各个部门各个相关的小团队就会说你看我做得好我把程序写出来，我把 bug 解决我把这个客户接上了，我挣着钱了跟这10个人没关系等你出了毛病了哪儿这个因为这个或者是某些第三方工具链管理的失误了，导致谷歌出 bug 了，那他们全是坑，全是锅，对吧？所以这种团队其实是很难考核的。因为我以前干过这个事儿，我以前干的叫什么？叫开发者关系，对吧？在大公司里干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个开发者团队的 KPI 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你说你到底算是一个哪件事儿是算你做对了？做对了都有各个子部门真正执行部门他们做对了做错了都是我的事儿，对吧？原来我就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呢也稍微有些同感。那么大家要知道，谷歌这种公司呢，其实是整个开源生态圈的最上层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支持了大量的开源的这种社区给钱真的给钱。那么这一次把 Python 的
基础团队干掉，这些人里头肯定有一些是社区领袖，这些人干掉了以后，整个开源生态圈的上层就不稳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开源软件？其实前面我们讲过很多啊，开源并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东西，你是需要社区的维护的，对吧？社区里头很多都是大公司在养的，就是谷歌、微软，对吧？甚至微软还一口气把这 GitHub 全世界最大的开源仓库给买下来，对吧？买完了以后说，我也不指望你挣钱，我就不停的给你贴钱就完了，然后你为大家去服务吧，对吧？这去干的事情。很多开发者社区的负责人和组织者都是被大公司所招募、所圈养起来，对吧？这样他可以干嘛？他可以影响社区走向，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其实整个的开源社区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早期的莫扎特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你想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对吧？他们非常的有才华，这个是真的啊。但是呢，他们的生存，第一个要靠什么呢？一些荣誉性的宫廷职位啊，你是宫廷琴师，你是宫廷指挥家、宫廷作曲家啊，他会有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就跟刚才我们讲这个10人 Python 基础团队入职到谷歌里的那些社区老大，其实是一样的，叫荣誉性宫廷职位。第二个呢，他有这种叫委托创作，哎，你既然做了宫廷乐师了。我过生日给我写一个歌吧，啊，这个叫委托创作啊，这个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讲那10人团队干的活也差不太多，还干什么呢？他自己也出版和销售一些作品啊，然后呢教学啊，我要教大家怎么用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跟刚才我们讲这个10人基础团队干的活是一样的。就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呢？其实是被贵族们所供养起来，或者叫奉养起来的一帮人。对吧？这就是传统的音乐家、艺术家、画家什么这样的啊，他们是这样来生存的。就那个时候的中世纪啊，有很多的艺术家愿意资助他们啊。那么现在呢，谷歌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哎，这个不干了啊，他们呢叫一边赚钱一边裁员，他并没有亏钱啊，他一直在挣钱啊。那意思是什么呢？老大我不当了啊，原来我是当老大的，那么老大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啊，这些责任我不背了，原来我养着他们，现在我不养了啊。谷歌出了钱了以后，让这些人到社区里去活动了，对吧？那么以后这事儿咱不沾了啊，搞这样的一个事情，奉养艺术家这件事儿呢，才能够是贵族啊。以后谷歌说我不是贵族啊，我也不是技术领军者啊，我现在被 OpenAI 被微软打的这个好多都这个都不行了啊，这个事儿实在是没法整了啊。咱现在已经不用冲这个大头算了啊，这就是谷歌现在的状态，自己够用就行，社会责任不存在的。那么大家想想啊，这种团队把老人裁了，用年轻人替行不行啊？因为谷歌这次并不是说我就缺这10个职位把他们干掉啊，而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这10个人从美国裁掉了以后，到德国慕尼黑再去招聘人，再去替换他们啊，或者说把慕尼黑的某一个团队直接干嘛呢？直接这个迁移到这边啊，让他们去这个在慕尼黑接着干同样的 Python 基础团队所干的事情，他们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像 Dart 和那个 Flutter 呢，谷歌也说我还接着干啊，不要担心我还干。但是呢，我把美国的人裁了以后，我到印度、到墨西哥再去招人，再去把这个坑填上，对吧？他是干了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么你说我们把老人裁了，换些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呢？35岁啊，这些人肯定都超过35岁了啊。那么第一个事情还是要做的啊。那么将一部分人从美国裁掉，从欧洲、印度、墨西哥去招啊，这样呢其实是把成本降下来的一个玩法。这个内部呢说得清的那部分的任务未必完不成啊，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他在内部进行工具链的维护啊，进行这个叫做别的一些标准的这种测量啊，或者说一些这个 Python 版本的一些维护，或者跟社区打一些交道，就是这种能够摆在纸面上可以写在你的 OKR 报告里的这些内容，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事并不是说就做不到。那么这个是成本肯定是降下来了啊，但是这个内部说不清的那些任务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社区领袖，那是什么不知道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了。脸啊，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我们也不要脸了，对吧？恩怨
肯定是留下来了。你以为把这帮人裁掉了，他不是谷歌的员工了，这些人就不再是原来社区领袖了吗？他依然是社区领袖，对吧？然后你需要跟这个社区去打交道的时候，你还是要跟这帮人打交道，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开开心心的拿够了钱，然后说没关系，也有些人觉得说我被裁了，我就是一种耻辱，对吧？这个事儿我就跟你耗下去了，这种事儿一定会存在的呀。所以谷歌真的把这些人裁掉了以后那么他这些恩怨还是要留下来的。那么谷歌正在失去耐心这种有半只脚已经踏到社区里边的团队，其实并不容易管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节奏和文化导向，而且这些节奏跟文化导向未必跟公司合拍。你可能跟他说很多事情我们现在 AI 优先了，然后我们希望这个AI 这个向哪个方向走，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事情。那么这些谷歌的 Python 基础团队的这些人，这些社区领袖们，可能说这算啥呀？这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其他的事儿去干。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的这个企业去招了社区的人回来上班了以后，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就跟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这个极越招了小米社区的人回来去做这个极越的新媒体运营的时候，他就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他以前没遇到过，对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一旦把社区的人裁了，对吧？当年你有多风光，裁了这帮人以后，你就有多丢人因为这些人其实是有话语权的他们会出去讲的，对吧？这些团队本身第一不太好管理，第二呢，它的这个贡献其实是相对比较难以衡量的比较难以评估，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原来就专门干这个的，那么这个方向呢，在公司内部其实都是很难混我们就属于在外边人五人六的你看你是什么什么社区的组织者你还代表什么什么公司都是这个别人都比较给面子。但是回到这个公司里边你去跟公司各部门各个老板去沟通的时候，他就问你是干嘛的呀？你给公司创造什么价值了吗？对吧？他们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还说不清楚，对吧？这个也是很痛苦的那么这个在这种时候呢，谷歌还是需要投一点耐心资本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想一想，谷歌把这帮人裁掉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第一个，短期内一定会鸡飞狗跳一段时间，对吧？你想维持一个几十万人里头，大概刨了销售，应该也有几万人的这种大的研发团队，对吧？这么多人都需要使用各种编程工具去编程的时候，那么整个工具链的维护整个这个包括各种的 Python 语言、各种 bug 的这种管理，对吧？那这一部分你换了一帮新人来，对吧？那这个甭管对于新人、旧人还是走掉的人，都是巨大的压力、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是必然的，它一定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而且呢，人心惶惶一段时间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谷歌内部并不是只有 Python 和这个刚才我们讲的 Dart 和 Flat 这些东西，对吧？Flutter 这些东西，还有那么多呢，还有 Go 还有 Kotlin 还有什么 Java 呀，还有 TensorFlow，还有这么一大堆工具，都是它在维持社区的呀。那么这些团队咋办呢？对吧？你既然把 Python 和这个亲儿子，对吧？第一个是最重要 AI 时代最重要的 Python 团队干掉，然后把这个亲儿子自己推起来的这种叫做 Dart 和 Flutter 干掉，对吧？那其他的团队绝对是到底还干不干了呀？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那么这是短期在中期呢磨合一段时间这个日子也还能凑合过得下去这就是谷歌现在的状态。说这些人新人上来以后，再练习练习，哪怕在德国慕尼黑，我相信他们招到的这些人呢，本身能力还是很强的，对吧？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上手的训练或者说一些文档的这种传承吧，应该也还是能够让谷歌继续运转下去。但是运转的过程中出现各种磕磕碰碰也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从长期来说呢，第一个一些方向就是技术方向就会发生偏移了。原来这些社区里边技术方向都是谷歌说什么就往哪方向偏绝不可能跟谷歌有二心。因为第一，谷歌出钱；第二，技术社区的老大就被谷歌招回去当上班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未来的话，就是谷歌对于整个技术方向，对于这种浅层的或者叫隐藏的这种技术标准的把控力就会下降。第二个呢，原本
围绕谷歌运转的各种各样的开发者社区就会找新主子，比如说梅塔啊，比如说这个叫微软啊，或者其他 OpenAI，他们就会向这边去靠拢。哎，如果没有现在地缘政治这么乱的话，其实中国的一些大公司也是很喜欢招聘这帮人的啊，也是很喜欢支持他们当地的这种开发者社区活动的啊。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支持了以后都是现场猎头，直接挖人，对吧？去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未来呢，这些社区就会分散掉。那么对于谷歌来说呢，老大肯定不好当，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老大不好当的同时更不好退，很少有老大说我可以安安稳稳退得下来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叫破鼓万人锤，对吧？你一旦退下来以后，而且退的过程中有人开心了，有人不开心了，而且这些开心不开心的人还有话语权，至少是社区里边的话语权，那么后边怎么弄？对吧？谷歌维持了这么多开发者社区，挨个给钱，招聘这些社区大佬回来上班，给他们发钱。那么原来谷歌能够得到一个巨大的便宜是什么？招聘啊，对吧？谁行谁不行，你让这些大佬去给你招聘，效果好的一塌糊涂，他一定是能把社区里最好的那帮人都招回来，对吧？但以后就没有这个了。再问这些大佬，哎，去谷歌好吗？大佬说不好啊，你到那儿干2天，人家把你干掉了，对吧？这个就不好弄。所以他这种从老大的位置上退下来是很危险的，不要过度解读然后另外最后是什么？就是恩怨会陪伴很久你把这帮人干掉了以后，有记仇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记仇，但一定有记仇的。他觉得我们在谷歌里的工作很重要，对吧？然后我们让谷歌发展成这样，也是有巨大贡献的结果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对吧？把我们都干掉了，这个事儿我给你记着呢，小本上记上，只要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给你上点眼药，一定要给你处理一下这就是谷歌这一次裁员真正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想法吧，就是他也没钱了，也不想当老大了，那么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要承担所有的后果，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中长期的，有些可能会伴随一个人的一辈子，对吧？那么后面看看到底是谁可以接过谷歌的这个接力棒，成为这个重新成为整个世界的这种技术社区的老大吧。原来这个位置是谷歌的，下边看看微软是不是愿意接这个棒吧，或者是其他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接这个棒子而且其他人还真没有那么容易。谷歌其实一直是伴随开发者社区一起成长，他总能把开发者社区里最强、最棒的那几个人全都拎回来，对吧？这都不是白花钱的。未来这个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今天这2个故事都稍显简短。让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什么评论以色列以前用国家力量做风投，拯救了萎缩的资本市场。当时以色列投了很多，也亏了很多。不过，他们承诺成功以后，政府会退出，他们也做到了。以色列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账算的还是很明白的。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其实最后他之所以能退出，是中国团队上去买了因为我以前的老板就跑到以色列进行了大量的收购，而且他是跟着基金去的，就是当时我记得是经纬然后呢派了一个投资经理，然后带了大概国内几十个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老大到以色列横向扫荡你只要做出东西来我们就买，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是中国。另外一个什么美国美国那么多犹太相关的这种财团，或者包括他们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很有钱的这些人，对吧？那你做完了以后，他们做得好的可以去美国上市，所以以色列这种他能退出还是稍微靠点谱的看得出来老范是真觉得有点扎心，哎，那个事儿是。
今天节目，哎，喜欢就点一个吧。央行还要在二级市场进行国债买卖，如何面对将来的大放水时代？哎这个现在真的是过了今天没明天啊，后边再说了。想下一个话题早点休息，是今天就俩话题。然后最该着急做的事儿下不了决心做，那家里还有一家老小呢，那怎么下决心啊？我也是最近心慌的厉害，所以取消了所有负能量比较多的博主，多看旅游、唱歌节目。哎呀，我本来也是，就是我今天是吃饭之前说歇会儿刷会儿抖音，然后就被这个消息就等于所有人都在讲这一件事儿，哎，就直接是破防了。央行还要在二级市场进行那个国债买卖啊，如果面对即将啊，如果这个好像刚才看过了，下周港股走势不知道啊，这个欢迎大家走进 Donut 的怀抱。负能量这种东西啊，看着看着就免疫了。我前段时间极度焦虑，后面想想焦虑啥？焦虑个啥呀？这个焦虑有改变什么？后来想想，反倒没有那么焦虑了，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需求明确了，无非就是多几个 bug，反正都改了半辈子 bug 了，好吧？发财哪儿发财去？散人说的没错啊，是的。但这个呢，就是他还是不用规则管，人治他就是这样。资产多少，有没有半个小目标啊？我要有半个小目，不用半个小目标，我有1/10个小目标我就跑了，对吧？穷死了。重点不是抓或放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我们的问题是有规则，但是裁判带头不遵守，拉偏架不认输，给裁判，呃，颁冠军。是的，这就是我们干的活儿。是，谷歌看到危机了，谷歌反正他后面就不太想玩了呗。这不跟董王一样吗？因为北约自负盈亏。是的，就是老大不干了，董王确实干的就这么个事儿啊。应该来中国干，找农民啊，找5000块钱的农民工码农。你倒也不用，你在中国，你比如你找到一个月薪，比如说1万美金的，那我告诉你，干的妥妥的比美国这种月薪可能这个3、5万美金的强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你要说我月薪1万美金在北京想招人，能排队排出多几里地去。这个忽然在想啊，未来是 AI 时代，那么开源对 AI 没有多大的好感，要么，那么这个现在要选 AI 的谷歌是不是要做战略调整？这个其实也不是啊，其实开源 AI 的产品也很好使。我是昨天还出去跟人吃顿饭，好好学习了一下开源 AI 怎么玩。但是那个呢，我还没想好怎么总结出内容给大家讲啊。等我整理出课程来，回头看看这个怎么去做付费课程吧。未来不只是 AI，AI 也需要程序员去维护啊。感觉谷歌这次操作有点激进了。是的，这个你比如特斯拉裁员，特斯拉呢是把这个超充的500人全干掉了，对吧？说以后超充扩张就这样了啊，这个我们就这个在这个现有的超充，我让它保持完好率就行了啊，这个再造新的啊不着急了，但是以后可能特斯拉超充还是要走商业模式，就是大家可以加盟啊，连锁加盟特斯拉超充，你就不要再去这个等着特斯拉自己来盖了。虽然不专业啊，虽然专业不同啊，感受一致。我某种意义上是做风险管理方面工作的，增加营收、提高效率啥的，根本和我们没关系。这个一年没啥动静的，就是尽职了啊！一旦有动静，就没啥好事儿，是这样的。谷歌的后面有股东的，还有股东
还是股东说了算啊，开了，也可能是好事儿，留着钱去干其他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谷歌是有股东啊，但是呢，对于股东来说，他们之所以去买谷歌还是看好他们长期的发展啊。如果你说，哎，我今天保证你下个月是挣钱的，是吧？再过俩月不好说了，那个股东也饶不了他。这个谷歌股价应该会涨吧？成本降了，只要裁员，股价一般都会涨哈，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普通人买 A 股支持国家，哎，我觉得普通人支持国家最好的方式把钱取出来，然后都把它花了啊，这个是最好的支持国家方式。买大 A 就成为耐心资本的一部分了。你以为你不买就不是了吗？你的养老金，你的所有的这些社保基金啊，你存的大额存单，难道不是耐心资本吗？都是。好啊，点赞点赞，感谢。摸鱼打卡啊，感谢。啥事儿啊？破防了，哎，这个就不说了，这个说着也难受。我这边梯子也有问题啊，这个发了好多重复，我是发现你发了好多了。中国月薪1万美金24小时值守都可以，什么七彩斑斓的黑都能给你做出来，绝对的。Gemini 现在和 GPT 有多大差距？我个人感觉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比较难追啊。Web3还有搞头吗？从来就没有过。我觉得美国科技公司现在都有点焦虑，AIGC 颠覆了他们过去的商业模式。对，当然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也没有找到新的商业模式。人家讲的是什么？我烧钱，烧完了我去找钱，对吧？不是赚钱，是找钱，找完了我接着烧，对吧？这个很吓人啊，这不是说真正挣钱的路子。前两天 B 站有个网红程序员说自己十几个人从零开始写 AI，结果还比不上那些套壳的产品赚钱，写了个 UI 竟然就自主创新了。是啊，写什么 UI 嘛，这么奇怪的事情。旧路到了尽头，新路还没找到。是的，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了。这个只要 AI 姓党中国的 AI，哎，就别想在世界上有出头之日啊！这不能这么讲，党有很多工具是很强大的，因为他没有顾忌。先点赞来晚了啊，早晨忙成狗了，呃，一会儿听回放补课，好吧？这个给我做个五彩斑斓的黑和五光十色的白啊，这中国程序员都可以搞定的。也许聊天 AI 自己就知道怎么去赚钱了，这个没那么容易啊。这个是时候来一波反 AI 浪潮了啊！这个我觉得倒不用，AI 还是要义无反顾的冲的。这个，哎，这个早开始的时候差点意思啊。区块链还有搞头吗？我觉得区块链啊，有一些呢是已经被收编了，比如说比特币 ETF，对吧？以太坊 ETF 已经收编了，虽然这两天跌的跟屎一样，对吧？但是我并不着急，慢慢让它涨就完了，养就好了。第二个呢，有些呢现在也发现了他们的用途，比如像什么 USDT，包括数字人民币啊，数字人民币也是区块链啊，千万要记住了啊，这个呢都已经开始有实际用途了。至于那些百倍币、千倍币呢，这个您开心就好啊，这个我就不做评论了。GPT 现在一直在进化，最近发现日语的语法说明又升级了，啊，还能给出例子了，哎，这不错。原来都说日语这块做的不行嘛，看来又进化了一些。现在 AI 已经开始用于黄文黄图了，这肯定先用这个，这还用问吗？对那个骗人50万的就网暴了他吧，
这种不网暴留着害人嘛？啊，这个不能这么讲，还是要在法律的规则内做这个事情，对吧？你如果说因为怎么怎么样，我就要去网暴他，这个事儿呢，你就跟他一样了啊，这个事儿就叫做比烂了。啊，如果是，你发现这个社会很烂，然后我就一起去烂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我记得我原来看了一本小说里头有一句特别感动我的话，这个小说好像是叫《第一序列》，好像是叫这个啊。然后呢，里面那句话叫什么？叫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对吧？我们可能这个时代是有一些悲哀的地方，但是如果说，哎，我就，呃，都已经这样了，我要破罐破摔，我要比那些人还坏，啊，那个不就是时代的悲哀就成你的悲哀了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对，比心比心啊，黄土已经有了，这个我们我已经看到收益了，好吧？网暴我是不同意的，这就是恶性循环。对，漫画 AI 也在上，针对日本的漫画行业真有点担心。我觉得日本那个还不用太担心，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才需要担心，对吧？因为它那种就是真的是用心化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但是这个工厂式的生产，就是你卷，有人比你更卷。黄赌毒才是互联网的原生动力，是这样的。AI 必须走这个才有人玩起来，是这样的。这个你应该去充个会员，去看看我那一期做 AI 不要有用啊，那有一期视频，开个玩笑了，这个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啊，这个礼拜的这个叫做会员视频还没录啊，但是有一些想法，但是我还在想想要录什么。啊，但是我明天我准备休息一下了，礼拜天再说吧，实在是有点累了。日本的漫画真心好看，AI 学不来，不，AI 是能学，但是，我觉得超越真正的手工还是有些难度啊。多休息啊，这个毕竟假期是的，这个假期我现在做这种工作，就是越是到假期的时候就会越焦虑。放弃希望的那些相信加速主义的年轻人玩的比小粉红们大多了啊！这个反正两头霍霍，哎，这个就不管它了。那一期有用的视频，好看的，是的，这个，哎，但是能看到的人就这个咱们的100多口的人，200个人吧。刚看了个开头，也惆怅了，哎，这个就，哎，这个开头那部分就不说了。剧本已经写好了啊，这个果断时间，我也要发第一个视频，欢迎发了视频我来帮你导流。AI 生成剧本，找几个人来演爽剧，上传抖音，这个生意如何？你会被卷死的。你以为现在他们那个剧本不是 AI 写的吗？还有前几天跟 Richard 的还有一个工程师哥哥的视频也好看，就是这种好看的视频呢，都播放量很低的，对吧？因为太难了，就是比较难去看懂。但是怎么说呢？毕竟我不是一个完全迎合数据的人，就我还是会做自己认为这个有趣的东西吧。无人驾驶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已经实现了呀。有用那期有点长，是的，那期是比较长。感觉走心的作品很难被 AI 取代，但靠走量卷出来的就不一定了，是这样的。来一波会员，哎呀，会员最近在不断的下降。Richard 强那期是公共节目，是的，那期是公共节目，但是那期的播放数据也很差，是近一段时间来最差的一条。关注一些游戏 UP 主停更一年，今日复更，啊，关注一个游戏 UP 主停更一年，今日复更，他是因为生产有价值内容和商业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焦虑，现在他想明白了，做好玩的自己满足了先，是这样的。
我一个文科生都看懂了，真的不难看懂，是。还弄自媒体教育营吧，教人做油管那个，后面咋样了？我是想弄，但是这个呢，需要有人组织，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又在做组织，又在做课的话，实在是有点儿玩不过来。所以如果有谁能够帮我组织10个人，然后我就溜过去讲一次，这事儿是 OK 的啊。这个我其实一直想做，但是这个招募啊，或者这一块儿其实一直没有太动起来。好视频有门槛，对，看懂也有门槛的。我表达的不太清楚，就是全民普及无人驾驶的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1-2年。为什么呢？就是整个的经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就一定会出一些人说来吧，上点幺蛾子吧，对吧？然后咱们看看这个能怎么样，对吧？没准他就闯过这一关了。因为这种东西啊，你没有永远没有准备好那一天，所以他永远是什么呢？说，哎，我们这个多死2个人还是少死2个人啊？你到一个命比较贱的地方，多死2个人，没准这个临界点就过了呢，对吧？塔主肯定是文科生啊。别以为爽剧的剧本好写，AI 真搞不定。这种短平快的东西节奏很难把握。好的短剧编剧的收入水平比正剧高多了。我觉得比正剧高倒不至于，但确实有它一定的难度。而且这个什么呢？这个 AI 有它，就是你不用说这个从头到尾都用 AI 写啊，你让 AI 解决一部分的功能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Richard 那期很好啊，对我来说很有收获。对，我也觉得那期很好，但是，哎，真的是播放数据实在是没法整，需要找事情来做，填土地的天坑，肯定一大堆新的妖魔鬼怪出来，是这样的。程序如果先不管，run 一次试试，程序和人有一个能跑就行，是这样的。如果真心想把大模型用起来，即使个人使用公共大模型，也很有参考价值。是的，我现在又有了一些新的学习成果啊，这个，我看看怎么整理一下吧。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漫画 AI，就是人机协调啊。漫画 AI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还可以玩。说实话，Richard 那期是我近期收获最大的一期，而且嘉宾马诺真挺厉害的，表现得非常清晰、深入浅出。是的，我自己作为码农，深知把东西做出来和能够讲明白是两回事儿。你要不是码农，我估计你看不完那一期，或者可能你看一开头都跑了。所以那期确实门槛比较高。播放数据是审查不给流量，多骂内地，这个我觉得你就想太多了啊。现在搜索任何医疗相关问题，第一页所有39医药网的文章全是 AI 写的，许多驴唇不对马嘴，医药推荐的都是反作用的，太不负责任了。哎，这个我还真没去研究过啊。39医药网，回头可以去看看。老范能否介绍几个你喜欢的油管主播？我喜欢都没法介绍，那都大反贼，我介绍完了，我这没法干了，对吧？Richard 的是哪一期啊？应该就是昨天那期，昨天还是前天？然后那一期的这个标题是我看一眼啊，走访01万物，听开源大模型公司分析开源闭源啊，那一期其实还是 OK 的。对吧？但是你看今天早晨放这个周鸿祎被二手车贩子骗了，大家就很喜欢看，对吧？这个喜闻乐见的故事，能讲出来比能做出来难多了。哎，这不能这么讲，这个印度人就是能讲，这个中国人是能做。我也喜欢 Richard 那期啊，我这个非技术项的也听明白了。虽然本职是产品经理，
算大拇指进了技术圈，算是吧。那期叫什么啊？刚才讲了零一万物，对。吃预制菜，看 AI 剧，投耐心资本，对。预制菜，你这个叫什么？就是你以为你吃的是爱心便当，其实是预制菜；你以为你看的是亲情演出，其实是 AI 剧；你以为你投的是稳健投资，其实是耐心资本啊！这才是现在真正悲哀的这个时代。对，零一万物啊，零一万物。最近看到一个博主，一个主播叫做新石器公园，挺不错，好吧，没看过。这个，哎，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吧。有些呢，就是大家是朋友，但是你又没法去提他的名字，毕竟是八卦是所有人的天性，是这样的。这个介绍个经验啊，我想看某个病的情况，就是都是看最近的指南啊，我这块还有好了。赶紧找时间看《三体》，然后一起聊。哎呀，我最近在看《光环二》，《三体》最近好像传出个噩耗来，什么呢？就是网飞续约明年的这个续集里头没有它，有可能过几年还会续，因为今年是有一些前几年的片子被续了，这个不好说啊，《三体》是不是还会有下一季不好说了，呃。最后几句做成 short 流量爆了，这个算了。是。你以为预制菜是那种预制菜，其实已经重新发明了预制菜的定义，是新预制菜，好吧？哎，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今天1个半小时，有300，我看看有300多人陪着我，也挺好。好看的美剧啊，辐射我也准备看，还没看呢。我都是以前的剧，然后准备去追一追。早点休息，回血。是的，我也是准备回血。明天我一定要找一个，就算要录视频，后天放的话，我一定要找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来讲啊。这个最近负能量有点积累。现在预制菜是针对饭店的，也有很多针对个人的，我很喜欢吃。看了开头，我也破防了，哎。这是，哎呀，看不懂这个日文，辛苦了，好好休息啊！大家周末愉快啊！大家周末愉快，再见。结束直播。